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陆。大家好，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东契奇的离开带走了独行侠的所有气运，独行侠彻底完了。内线报销又损失射手，常规赛报销，独行侠真完了啊！甚至阻止浓眉手术，欧文才刚在全明星炫耀了一把，回家发现家空了。独行侠的境遇着实令人唏嘘，尽管有人已远离江湖，但江湖上依然流传着他们的传说，比如东契奇。尽管今年缺席了全明星赛，但那场震撼联盟的交易风波，甚至让联盟光头总裁亲自出面为独行侠澄清，强调交易东契奇是基于纯粹的篮球决策，绝无任何幕后黑手或阴谋论之说。不少人坚信东契奇这位城市英雄被独行侠毅然放弃，背后隐藏着一种强势信号，仿佛是在警告达拉斯新老板有决心将球队带离这座城市。不论真相是否如此，自那笔交易后，独行侠似乎就陷入了霉运连连的境地。或许是达拉斯球迷积压的怒火不经意间抽离了独行侠的运势。时至今日，交易已过去半个多月，但在独行侠球馆周遭，达拉斯的大街小巷仍不时可以见球迷高举标牌，愤慨地指责管理层。试问，上一次 NBA 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激起公众如此强烈愤慨的交易，又是在何时呢？独行侠目前的处境确实尴尬，哈里森对外宣布交易能助球队再夺一冠，然而浓眉的加盟后仅出战一场便因左侧内收肌拉伤而被迫休战，预计缺席至少4周。更有知情人士爆料，球队甚至拒绝了他进行手术的建议。雪上加霜的是，球队的主力中锋加福德也因左膝内侧副韧带3级扭伤，极有可能缺席整个常规赛。这意味着独行侠将不得不在没有任何主力内线球员的情况下苦苦支撑到至少3月底。在与国王的比赛中，加福德不幸受伤，当时蒙克横向移动，加福德未能及时避让，两人相撞后，加福德痛苦地拍打着地板呼唤医疗团队，场面令人心酸不已。随后他在队友的搀扶下离开了球场。而在此之前，独行侠的另一位中锋莱弗利已在1月底因足部轻微骨折而预计缺席至少2个月，大概率会达到3个月。这样一来，独行侠的中锋位置更是捉襟见肘。没错，1月24那天，莱弗利也遭遇了不幸，右脚踝应力性骨折，需4周后复查确定。具体康复时间初步估计至少缺席3个月。这一下，独行侠的首发大前锋、首发中锋以及核心轮换中锋全部倒下了，内线空虚的仿佛全明星赛上的奥尼尔队缺兵少将一般。原本独行侠拥有全联盟令人羡慕的内线阵容，甚至在交易得到浓眉后，还因内线人才济济而传出用加福德交换同级别锋线的流言。然而如今的他们却可能不得不依靠双向合同球员凯勒、凯利来撑过3月份。即便鲍威尔能够回归，独行侠的内线实力也将大打折扣，成为联盟最薄弱的环节。独行侠啊，这该如何是好？原本指望交易来浓眉这样的防守巨星助阵夺冠，结果这位防守巨星仅打了30分钟的好球，就要伤停1个月。不仅失去了这位巨星，连其他防守内线也一并失去了。独行侠如今似乎被迫走上了纯进攻、放弃防守的道路。但话说回来，若要真比拼进攻火力，联盟中又有哪支球队的不设防对攻能力能与目前湖人队的77号相提并论呢？此刻，独行侠或许只能自我安慰，还好克里斯蒂打出了水平。加盟以来，他场均贡献17.3分、5.2个篮板、3.3次助攻，3分命中率高达45.5%。再谈谈加福德的伤病，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了独行侠本赛季的战绩，更深远地波及到了球队未来2至3个赛季的规划。3级 MCL 内侧副韧带损伤对于中锋球员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被形象地称为中锋的命门。历史上，中锋一旦 MCL 受损，往往难以重返巅峰状态。乐观来看，近年来联盟中仅有乔尔·恩比德在 MCL 重伤后仍能回归并打出高水准，但即便是大帝，其续航能力也大打折扣，如今可能仅能出战40场左右的常规赛。当然，加福德的伤势非撕裂，并未严重到恩比德的程度，但他的基础技术并不如这些顶级球员扎实，其机动性和吃饼打法无疑更易受到伤病的影响。今年休赛期，若独行侠仍有上位之心，加福德的140万超值合同无疑将成为调整的关键。若加福德未来难以担当大任，那么独行侠或许将面临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设想，基德可能会转头对安东尼说：“要不我们还是试一下你打中锋吧。”
除了上述3位长期伤病的球员，独行侠的伤病名单上目前还充斥着众多短期伤员。PJ 华盛顿因脚踝扭伤已缺席1场比赛，汤普森脚部受伤同样缺席1场，而鲍威尔则因臀部伤势连续缺席3场，但有望在全明星赛后复出。更令人头疼的是，交易得到的凯莱布·马丁在加盟时就以身带伤势，预计需要2至3个月的恢复时间。这样的困境让欧文仿佛成为了孤家寡人，球队人手严重不足。而近期又传来了一则突发消息，独行侠的阵容再遭打击。据报道，独行侠的助理教练达雷尔·阿姆斯特朗在全明星期间遭遇了严重的法律问题。他在与他人发生争执时，竟然使用枪支进行攻击，目前已被指控犯有严重侵袭罪。达拉斯警方证实了这一事件，他们在2月15日凌晨3点45分美国时间接到了报警，并迅速赶到了现场。初步调查显示，阿姆斯特朗与受害者他的女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随后他打了受害者的右脸，虽然并未开枪射击，同时还威胁要开枪打他。这一事件的起因是阿姆斯特朗的女友无意间看到了他与另外一名女性的短信，然而因此产生了冲突。在愤怒之下，阿姆斯特朗做出了如此极端的举动。目前受害者已经接受了医护人员的紧急救治。现场目击者透露，阿姆斯特朗当时处于酗酒状态，不断出言伤害受害者，并强行要求他交出公众钥匙。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受害者与其父亲站在附近停车场，受害者的右脸颊上有着明显的伤痕。在阿姆斯特朗的住所内，警方还查获了一把手枪。阿姆斯特朗声称，虽然枪内已装满弹夹，但并未上膛。随后，阿姆斯特朗被警方拘留，不过目前他已经被保释出来。警方的公开记录显示，阿姆斯特朗在2023年5月就曾涉及一起刑事案件，具体罪名未对外披露，而他的过往记录中还包括财产欺诈、交通违规等不良行为。目前这一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不过，独行侠迅速对阿姆斯特朗做出了停职处理。独行侠官方宣布，有一名员工被行政停职，虽未指明姓名，但外界普遍猜测是阿姆斯特朗。这使得独行侠的替补席更加空虚，不仅球员因伤缺阵，教练席也出现了一个空位。阿姆斯特朗的缺席对独行侠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自2009年被球队聘用以来，他已经在独行侠担任助教长达16年之久。他的离开无疑给主帅基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无论是赛场内还是赛场外，独行侠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支球队似乎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一旦再出现任何闪失，很可能会跌入谷底，甚至彻底失去球迷和媒体的信任。随着球队管理层的内幕不断被揭露，更多细节浮出水面。据悉，在东契奇被交易的次日清晨，在球队的训练馆内，众人还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哈里森便公开发声。他强调，我们球队的目标从未改变，那就是赢得总冠军。同时，他毫不避讳地批评东契奇缺乏带队夺冠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东契奇未被交易，他本有机会在今年7月签下一份为期5年、总价值3.45亿美元的超级顶薪合同。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独行侠从未考虑过为东契奇提供这份天价续约。自去年总决赛失利后，哈里森对东契奇提出了几点核心质疑。东契奇在自律方面存在问题，未能有效改善体型，体重管理成为老生常谈。作为球队领袖，东契奇在领导力上未见显著成长，在与裁判的沟通上，东契奇未能做出积极改变。持续抱怨而非寻求解决方案。随着年龄增长，东契奇在保持身体健康方面面临挑战。基于上述考量，独行侠管理层认为无法为东契奇提供那份巨额的5年顶薪续约合同。欧文在全明星赛上刚刚大放异彩，满载荣誉而归，却发现球队内部已是一片空虚。他不禁自问：这难道会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最后荣耀时刻吗？本赛季，欧文场均贡献24.6分、4.8个篮板、4.8次助攻。此次全明星之旅更是顶替了因伤缺阵的浓眉，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在全明星赛中，欧文的表现堪称完美。他不仅认真得分，还展现出了令人赞叹的表演天赋。尽管多年来经历了诸多波折，欧文依然能够保持如此高的人气，这背后自有其缘由。在短短8分钟的上场时间里，欧文5投3中，高效砍下7分、3篮板、2助攻和2次抢断，正负值高达正6。这样的表现无疑达到了 MVP 级别。欧文在赛场上的自抛自扣无疑是全场最为亮眼的进球之一。尽管他在错位单打文班亚马时未能将球投进，但这一尝试本身已经足够惊艳。我们曾无数次夸赞文班亚马的错位防守能力，但在欧文面前似乎也变得不那么稳固了。然而，尽管欧文个人表现出色，但本赛季的独行侠队似乎并不太顺利，未来的前景也显得有些暗淡和不确定。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请点点订阅，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